天津的九龙，谢谢大家。你们搭档多长时间了？搭档得奔10年了9年多了啊，9年多了， 9年多了。所以今天您二位要不要给我们开个场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哥俩就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啊，有请张九龄、王九龙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舞台交给我们的九龄和九龙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为我们大家带来的相声表演，有请。朋友们，过年好！给您拜年了，拜年了。谢谢您啊！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舞台，非常的高兴。天津卫视，对，咱们这是相声春晚呀。每年呀都有不同的题材，年年的题目都差不多。什么呀？围绕着喜庆祥和，给大家在春节呀带来欢乐。年年都不一样。我跟九龙关系不错，关系好，我们俩每年都互相走动。对啊，跟家里关系也好，特别的熟。王九龙的父亲王八龙，我是特别的了解。您先等会儿，您这大过年，咱别骂街行不行？没骂街呀。我爸爸王九龙的爸爸王八龙，您不九龙，您爸不八龙不行吗？我爸爸是我哥哥是怎么着？我爸爸王老爷子，就这么说，我是最了解的。他熟悉。哎呦，老爷子在生活当中是特别热爱生活、享受生活、自信乐观这么一个状态。老头想得开。我记得去年春节发生一档子事儿，太有意思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上家找老爷子去，哎呦，来九龄。上我这阳台看看来，阳台有什么新鲜物件啊？您给说说。老爷子呀，买了一只会说话的鹦鹉。鹦鹉？哎，会说话的鹦鹉。这鹦鹉啊，便宜。多少钱呀？别的鹦鹉要说成千呀、几千，这鹦鹉200块钱就买回来了。不是，为什么这么便宜啊？因为这个鹦鹉啊，说话会的东西不多，就会俩字儿，还是天津话。什么呀？谁呀？什么？您这是天津郊区的吧？您这是？哎，天津北辰的鹦鹉，是不是？那不是多好，这都即兴创作的包袱。您要是没编排好啊，就不要学。您给我们来一天津市里的鹦鹉怎么说？谁呀？您看看，我这么说。学了很久说话，就学会俩字儿。谁呀？谁呀？就这俩字儿。谁呀？要是新玩家不敢买，是怕买回来教不了别的话，糟践钱呀。对呀。他爸不害怕，我爸爸老玩家有经验，他懂的。去年大年初一把这鹦鹉买家来，放在这儿，他爸爸冲这鸟要教说话。恭喜发财。教个什么吉祥话啊？这鹦鹉，谁呀？这回标准了。万事如意。你看，你爸鹦鹉拿现场来了。好家伙，还不止一只。万事如意。谁呀？喜庆祥和。谁呀？就会说这俩字儿，简单截说吧。好比这万事如意这4个吉祥话，就这4个字啊，他爸爸就打大年初一，教到破5都没教会。好，我爸也实在没事干了。一直没学会。哎呀，初五给他爸气的啊！买张机票上三亚玩去，上三亚玩去啊！气温1到0下，他爸直飞三亚嘛，对不对？上三亚玩去，他爸刚一走，家里啊来了一个送快递的。过年买的快递，哎，还写着必须当面签收。这快递员在门口，家里没人呢，没人啊。这鹦鹉在屋里说话了，说的是谁呀？问一问。太好了，好多这个收件人呀都出去玩去了，这家我算没白跑。是，哎，您好，我们那个是送快递的，谁呀？送快递的，谁呀？送快递的。您这嗓子别喊了，简短截说吧。他爸爸正月20从三亚回来，没少玩。哎，刚打开楼道门，一到家门口，看门口躺着一个快递员，躺地上了，躺在地上口吐白沫，这都抽了，已经抽搐的状态了。他爸说：“这大过年的不添堵吗？”是啊，赶紧问问吧，这出去15天没回来了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是谁呀？对呀，里边鹦鹉说话了，怎么说的呀？送快递的。嗨，鸟学会了。哎呦，哎呀。没法弄，他爸就喜欢这个，好研究。哎，我跟他爸也爱聊天啊，因为这个小动物这方面啊，我们也喜欢。对，尤其到过年，我更能想起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小时候我们在北京逛的叫庙会，有。哎，庙会有那个打把式卖艺的，见没见过？见过。有这个耍猴的，
您见过吗？耍猴的，我太见过了。我给您学一学啊，特别有这个喜庆的气氛。您给来了，手里得拿着那铜锣哦，哎，用那个声音呢对那个猴发号施令。锣跟锣锤吗？一般这样的。您给来了，团团团团团的令团令叮团团的令团令叮团。打开了柜儿，开了箱，那一个假脸你戴上。您先等一会儿。什么叫假脸啊？就是给猴戴一面具。哦，哎，这猴戴上面具，冲观众一鞠躬，嘿，罗圈这么一转，观众掌声鼓励，也给钱了。还有更精彩的呢，还有什么呀？关上了柜儿，闭上了箱，那一个帽子你戴上。哦，这回改帽子了。猴一戴帽子，再一鞠躬。过去庙会有零打钱呀，对，观众一掏钱。过一肥年，今儿就挣下来了。您说训猴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呀。虽然猴很聪明，对，但毕竟是动物，哎，对，有野性。哎，一般一开始训练的时候没这么听话，也得用锣和锣锤声音去刺激它，反复的来。在家是这么练的。您给学学。打开了柜儿，开了箱，那一个帽子你戴上，练呗。给那猴戴一帽子，猴能舒服吗？肯定不乐意呀。你刚一扣帽子，这猴歘，哎呦，摔下去了。掉了，一次不成，再来一次啊！别着急，关上了柜儿，闭上了箱，捡起这个帽子你戴上。哎，再来一遍，这猴歘，哎呦，又摔下去了，又掉了。千万不能着急啊！啊，别急，不能生气。打开了柜儿，开了箱，拿这个帽子你戴上。这还不能着急呢。这猴歘，又甩下去。你看看，各位您记着，最多就唱2、3回。这猴不是不带吗？不乐意带呀，不对着猴唱了。那从后边抱过一只大公鸡来，把公鸡放这儿，让猴看着这人对鸡唱。打开了柜儿，开了箱，拿一个帽子你戴上。是，猴不戴，鸡能戴吗？鸡也不能带呀，鸡脖子很灵活呀。对呀，你一戴鸡，歘，甩下去啊。再来最后一遍，还来。关上了柜儿，闭上了箱，拿这个帽子你戴上。这鸡再甩下去，您记住，最多就2回，就2遍，多一遍再也不唱了啊！这鸡不是不带吗？对呀，从后边拔出一把菜刀来，哎呦，哎，把这鸡摁躺下，冲鸡脖子，去你！哎呀，一下切成2半啊！鸡血呲了一天呀！是啊，给这猴都吓傻了。什么模样啊？这猴自己就唱了。这猴怎么唱的呀？我带上就带上，带上。谢谢90和9龙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刚才俩人说了一段什么相声？我们这节目叫《百寿图》。好，这主要是我耍猴表演的是吧？哎，对，是以这为结尾。这个原来我小时候庙会上还真有耍猴表演，有，包括还有坐小马车。现在有那个套圈套大鹅的，对，套大鹅那个。刚才你俩人介绍了，也搭档得有10来年了，是吧？所以你们2个人自认为你们2个人默契怎么样？我们自认为，咱一块儿说吧。那还用问吗？我们自认为是有没有默契？特别的好，我们的还行吧，还可以。那今天我们就现场来个默契大考验，怎么样？还有这个环节吗？没有通知啊？那必须不能告诉你们呀！哎，一共准备了5个问题。咱这样，只要有3个差不多的，就算你们比较有默契，这怎么样？没错，我们最后有礼品送给你们。不是那龙头吧？不是，水龙头，水龙头也行。有一个新春福袋是吧？哎，对，我们有新春福袋啊，期待一下福袋里面有什么啊？你们听好了，一共有5个问题啊，我来一个一个问啊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2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哪儿？3、2、1，后台。可以呀。不光是我们俩，你要问师兄弟，基本都是后台。对。哦，大家第一次见面基本上都是后台，不会说私下先认识一下、了解一下。不，因为我们都是从小来德云社嘛，很多朋友都是现在师兄弟都是在后台学艺的时候我们认识的。哦，所以这个问题算是有默契的哈。我们来看第2个问题，2个人之间谁的性子更急？3、2、1，我。可能相比之下，比他性子要稍微急那么一点。对，他性子比较急。你会因为什么事儿急呢？也没有说具体因为什么事儿比较急，因为我，他比我大2岁，他是94年，我是96年的，可能感觉我这状态比较外放，比较像一个大男孩。你是音箱是怎么着？什么叫比较外放？就是性格比较外放，比较张扬。外向，对，比较张扬。完了是狮子座，他是火象星座的，我是火象星座，他是火柴座的，他是。你跟张九龄急过吗？
私下没有急过。太好了，下一个问题就问到了。好，来听下一个题啊。两个人上一次拌嘴是在什么时候？3、2、1。上次。你俩真不知道这个环节吗？那既然俩人异口同声都说了上次，那么好了，把上次因为什么拌嘴，俩人一块儿说一说。一块儿说，那就3、2、1呗，那就来3、2、1。做节目，这也算吧？这可以，作品跟节目一样，因为作品嘛。俩人因为节目怎么拌嘴啊？你说吧。就是怎么说，我们俩有时候在节目对包袱的理解有时候不一样的时候，他会觉得他那儿好，我会觉得我这儿好。可能我会给他表演一遍，咱就按这来吧。他说我觉得按我这表演的好。但是遇上这种情况呢，也不是说真急，两个人放到地上去试一试，都是为了节目，可以实践一下，还足够默契了，俩人是吧？下面一个问题啊，张九龄、王九龙、栾元平这仨人谁更帅一点？3、2、1，我。完了，没有前途了。你这个来年的发展有点堪忧啊！下一个问题啊，张九龄心中最具有年味儿的食品是什么？3、2、1，饺子。我们说对一子，有子，回答已经50%了。对，饺子、肘子都是子。这不能算，这不能算啊！这差的太远了。虽然说这题不能算，但是之前有2个题已经很有默契了。可以了，已经。那我们准备的礼物要给他们俩人了，是吧？我们的新春福袋可以送上了，来，谢谢。你们可以打开看看新春福袋里面是什么。我这还有一玉佩，跟大家展示一下啊。我这是中国结。嘿，我跟他这不一样。您这是？我这是大的中国结。我这中国结底下穗儿有静电，好，没有静电。那你看啊，我们送给2位的福袋呢，其实有非常美好的寓意，也是祝愿2位在来年能够身体健康、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的。谢谢。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。也送给您，也送给您。谢谢。哎，那你看，你们俩刚才说你们搭档有10年了，对吧？差不多快10年了。马上。一般每次到过年的时候，你俩都谁先给谁拜年呢？一般是我先给他拜年。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来说啊，他是师哥，他岁数呢又比我大。对。我说师哥过年好，新年快乐。那个能白拜你们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张九龄还真给王九龙点压岁钱啊。不是压岁钱，哥，他给我压岁钱，红包，来个红包，来个红包，人家是比较大方。有时候现在更多的是，比如大家朋友有个群，过年一块抢红包，红包雨什么的，是吧？对，往里发红包抢嘛。那你给他发过红包吗？过年？没有。这张九龄还真有点哥哥样。对，您等今年以后过年都是少给我发微信，少给我发微信。我嘴还是说慢了，还是说慢了，因为过年时候拉黑了我们。你们俩人别要互相拜年了，来到这儿了也得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拜个年。好，用家乡话拜个年吧。张九龄北京人，你就用北京话、普通话给大家拜个年吧。好嘞，祝所有的朋友们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咱呀吃嘛都香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王九龙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，用天津话给大家拜个年，好吧？得嘞，祝愿在场，这天津话在哪儿呢？最后，在场在座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感谢张九龄跟王九龙的精彩表演，我们刚才也看了看他们的默契度。下面咱们换一对儿，也是我们德云社非常有特点，然后观众也特别爱的相声演员，他们是张鹤伦、郎鹤炎，掌声有请。哎呀，谢谢大伙儿了。哎呀，就是我开心，我这能站在这台上，我就是开心。我本来寻思我刚才上台的时候，我先来个绝活，我就一个跟头，我啪我就翻到这儿了。你这啪像摔到这儿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新年就得给大伙儿一个惊喜，给大伙儿个祝福。对了，对不对？新年嘛，就是祝愿大伙儿的新的一年来说，这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，阖家欢乐，大吉大利。
郎老师啊，过年了，咱又长了1岁啊！那可不是吗？那个你多大了？我算要今年这么算，我42了。42了，哎，你出生就30了吧？对，谁告诉你的？出生就30了，出生时候还不满1岁呢。真是这样的啊！反正随着年龄的增长来说啊，对于岁月来说，你有什么感慨的事情吗？就是头发越来越少了。这没有办法来说。其实呢，每到过年啊，我其实都觉得自己的越来的越想家。哦，因为是漂泊在外的孩子。对了，因为以往过年的这个时候，我就没来北京之前，我在家里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干什么呀？谁说的烤串儿？哦，在家里边站岗。不是，确实是烤串儿。那你反驳人家干嘛呀？哎呀，刚才他喊了一个利民辣酱，知道吗？哦，哎呀，老家的人。真是我那时候烤串儿真的刷这些啊，真的刷这些酱。你吃烧烤吗？我吃啊。哪天我给你来一烧烤让你尝尝？我不吃。我烤的怎么就不吃啊？哇，你烤，你看我。其实他是对我的不信任。我当年你去打听打听，你上那个黑龙江伊春打听的张鹤伦，那时候在伊春烤串真的是不好吃。那还打听什么劲儿啊？哎呀，但凡好吃也不能来说相声来。这叫什么话呢？这叫误入歧啊！这叫这个确实不喜欢，择木而栖。哎，不喜欢。那时候烤串儿吧，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维持生计的一个手段，糊口而用。对了，所以说现在来说，一回家我还会去我那个串儿店，帮人打下手。哦，就还是这个职业病。对，还想去，还想给人刷点酱。对，我一去的话，他那个人会很多的。哦，对，因为那样给我分成那个。您上那儿入股了？不是，我就帮人家老板的忙。确实，贺伦回家就是一个品牌效应。我喜欢人多呀，尤其这个过年来说，哎，你喜欢一大圈人包饺子。什么叫一大圈人呢？我们都是一家子人，一群人包饺子。一家子人不得围成一个圈吗？那也不能说一大圈人呢，这是一大圈人。这是你们家一大圈人，就是你们家包篮子的。去你的！你呀，外边溜了，你去跟他们几个斗地主去。不是，我没那钱，我们就是围成一圈，一桌子啊，这包饺子、擀皮的啊，都是这样啊。我就是那个擀皮的，你不是那烤串的吗？那你跟烤馅儿烤串的过年也放假呀？你可以烤馅儿啊。你们家有烤馅儿的吗？对呀，你得熟悉你的工作呀。他们都吃过烤馅儿吗？吃过没吃过？漂亮，都特漂亮。不是，你是在这顾托呢是吧？不是顾托，你告诉我那馅儿怎么往签子上穿？你穿筷子上啊。馅儿怎么能穿到筷子上？它跟固定不了，它都是散的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行，您这不是馅儿，您这蟹黄了，您这是。馅儿能跟你开玩笑呢。包饺子大家都包，逢年过节的年30晚上大家一块包饺子。真是那样，我那个当时我就会这个手艺，包饺子。有一年咱们这儿过年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围了好多人，是他们都不干活，我在这包。你一人包？对，那个我师娘当时是那个就包，我负责擀皮儿，包饺子，其他人都张嘴等着吃。哦，我特别用心，我把手都擀红了。嚯，擀红了哦！后来师娘也可怜，给我发了一个红包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擀红了发红包，你这红包够大的，你这红包2两俩似的。我俩2两啊，这不一样吗？是的，不错呀。哦，叫爱包饺子。对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擀皮其实很累的，是个辛苦活。但是现在来说，包饺子就不用擀皮了。怎么呢？包饺有那个专业的那个包饺子的器具。不是，这包饺子还有器具了？有包饺器，那大过年的多味儿啊！包饺器你们没见过吗？真没见过。我们见过饺器，没见过包着的。你们好单纯呢。不是你什么包饺子的器具？这包饺器具没见过？这我也没见过。哎，在农贸市场门口，很多人都见过这个，而且它成本大套的，连说的可有意思了。不是，就不光是简单的说买吧买吧，不是这样。不是这个。不是那个那么粗俗，谁来买啊？现在的人都是你问一句，人家当成本大套，让你来，哎，这个有点意思，你就听这唱，你也想买这个东西，是吗？来一回，那咱怎么来呀？这表演一回啊！我来那个卖饺器，不是卖包饺器的，你这玩意儿还能卖呢？这卖包饺器的啊！你来这个游客，我就随便走走，逛市场的，行不行？行，咱看看你这成本大套，来一回啊！好嘞，来，哎。
我溜达。哎，这个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到我这里转一转啊，机会不是天天有，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啊。咱们这个东西好就好在了，家家它都是离不了的。你求老张、求老赵，你不如自个儿买一套，用完人家的还得要，对不对？你这玩意前怕狼，你后怕虎的，这点小事儿做不了主的，对不对？你在我这儿花2块钱，你就能找回男人的尊严呢。哎，这什么东西能找着男人的尊严？你猜？不是你这卖什么的呀？包饺器。包饺子，包饺子的器具，这令狐冲、韦小宝他们都得吃水饺，岳云鹏、栾云平他们包的都不行。嘿，这位还老听相声，说你这多少钱呢？2块钱，2块钱也不多，买不了房子，买不了车，旅游到不了莫斯科的，只卖2块钱。就这玩意儿2块，2块钱不叫事儿，闪不了腰的，岔不了气儿，当不了房子，买不了地儿的。对不对？你现在米也贵，面也贵，你上趟厕所都收费。你来我这儿，你花2块钱，你就当上厕所了。我有病啊！我上你这儿上厕所了。我给你看着。我就不用那个，多讨厌的啊！2块钱。那这你给我来一个。来一个，先交钱后拿货，免得咱俩出差错。出差错不好办，打上官司到法院，你说麻烦不麻烦？这不麻烦。我说你这没用，谁说没用？大哥买了给大嫂，大嫂高兴的不得了，高高兴兴买回家，就想送给嫂子一朵玫瑰花，3年5年用不坏，还可以传给下一代。虽然不是传家宝的，家家户户离不了它，离不了。兄弟，你缓口气啊！我都怕你为这个到时候折过去。不用，行，不就是2块钱吗？ 2块钱，给你钱。挑一好的，不用挑，你知道吧？一个爹一个妈，一个藤上结的瓜，七狼八虎杨六郎是一个更比一个强，胡家兵杨家将，拿出哪个都一样，是都一样。我也跟他这溜了，得嘞，哎，我就拿你手里这个了。哎，这东西怎么用啊？这东西我跟你说，我来教你来看，现场给你做示范。放上皮儿，抹上馅儿，2手一捏到一块儿，能前进，能后退，就像铁道游击队，全军出击，奥利给，打的敌人流眼泪是流眼泪。哎，这还真不错哎，这，哎，你看这我这还可以哈。哎，你看只要没有神经病，是大人小孩都会用。怎么说话呢？大过年的招讨厌。我觉得还行，我弄这个。你看这位大姐，心又灵，手又巧，这活干的就是好。你呀，你嘴巧，就是眼神差点儿。男的，啊，这位大妈心又灵，手又巧。大妈干嘛？男的。奶奶，这位奶奶。男的，大哥，叫大哥，大哥行。哎，这位大哥心又灵，手又巧，就是长得像大嫂啊。不要了。谢谢，好，感谢2位带来的精彩的相声啊，怎么样？你们觉得？过年了就讲究是包饺子，对，咱也聊会儿天啊。张伦在师傅师娘那儿过年吗？过。我刚才其实，在节目里边说了，我真是有一次包饺子，这是我这负责好几十人，他们因为那个厨房就能放下4、5个人。当时师娘说谁会那个擀饺皮呢？我那时候在家当过2年烤串，我说我会擀。然后呢，其实不挨着，但是我那时候想表现一下吧，因为我觉得擀皮有什么的呀，我还在家里边自己练过，我就去擀去了。结果擀50多个人的饺子，你想想，我手真的肿了。我师娘50多个人，我师娘真的给了我一个红包，但是我没有告诉其他人。我们没有包饺子，其实也给红包了。然后师娘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，不要告诉其他的人。完了，那红包给的大吗？哎，那肯定比他们大呀。他是红包大里边钱少，我不能告诉他有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按米算的是吧？反正2两俩。所以在师傅家过年应该算是最热闹的，是吧？对，人多嘛，气氛特别好。其实过年不就要一个团圆嘛，要一个人多，要这个氛围。俩人一听说话就能听出张伦是东北人，是吧？黑龙江。这个东北过年，就是在你小时候都有什么记忆？就是放鞭炮和那个堆雪洞。什么叫堆雪洞？搭雪洞啊，挖雪洞。挖雪洞。就问什么叫雪洞？这不知道吗？雪洞，雪弄成一个洞，干嘛使啊？然后进去。对，然后再封上。对啊。
不丰盛，但是我们就是东北过年不是雪大吗？雪一大就堆一个大雪包，然后把里边都掏空了，外边泼着一点点水，里边的稍微呢弄一点蒸汽，然后里边也有个保护壳，外边有个保护罩。我们这都专业雪冻，哇，天然小冰箱。对，哎对，然后我们在里边坐一会儿，然后出来之后把雪洞就踹塌了。那就挺大的这个洞了，是吧？特别大，得有1人高。那雪洞对你得能钻进去啊。对，我们就为了搭和制作的过程啊。等你在里边待着2分钟，也不觉得冷吗？在里面没有屋里暖和。那肯定的。哎，你小时候放炮吗？特别爱放炮，但是从我懂事之后就不爱放炮了。为什么？给我自己崩了。在雪洞里放的。他猜对了。真是的，我们那时候过年嘛，兜里都揣着把鞭炮啊，就是一个个拆下来放兜里，然后我们就放炮嘛。结果在雪洞里，大伙待着也没事就拿出鞭炮点，他点他崩，我也崩他，崩的里边看不见了。然后我崩的这鞭炮在耳边嘣就炸了，一会儿那就炸了。那雪洞也没塌吗？雪洞没塌，我们人快塌了。然后就嗷嗷的往外跑，巧了，那个雪洞口啊还特别小，一个人出去的时候，那个人只能等着。那你出去，你也别想出去，就给他往回拉。就那会儿里边是烟，然后呢又疼，然后从此之后就再也不放炮了。所以这放炮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对吧？对对。这个郎言在北京过年的时候都有什么记忆吗？北京过年，小时候穿新衣裳，吃好吃的，拿压岁钱，放鞭炮，看升旗，还看升旗，看升旗，大年初一看升旗，大年初一看升旗，然后起得早早的，然后其实就等于是过了12点，放完鞭炮，吃完饺子就奔天安门广场了啊，然后看升旗，就等着升旗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个挺有仪式感的哎，哎对，这个还特别有意义，是吧？对对对。等着的时候，你们不搭一个雪洞吗？我们不搭，因为我们没有鞭炮那会儿。北京没那么大的雪。哎，你俩过年啊回家，最怕被问到尴尬的问题是什么？你工资多少钱？你工资多少钱？没有你工资多少钱？就怕人家就是问你挣多少钱，你告诉他1月3块不就完了吗？嗨，我不想说让他们觉得我在德云社很苦。那贺岩呢？我一般过年的时候，一般长辈都说，你该搞对象了。是不是？我没有，你是不是又胖了？这问题还用问吗？这个是啊，所以就是我就觉得挺尴尬的，因为人家也是想出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跟你说这个，但是那大过年的，你说都想吃点好吃的，到这儿一见，嘿，你是不是又胖了？你说我吃不吃？你反问他，你1月挣多少钱？早知道应该这会儿是了。你们俩人上师傅那儿一般空手去吗？那绝对不会的，我们会那个拿着东西去，完拿着东西回来。没送出去。每次我们去啊送东西之后啊，师傅师娘都家里有好多，师傅师娘都会给我们一些，都回礼是吧？哎，直接就是红包啊。啊，那你们给师傅送什么礼物啊？一般就看师傅师娘给我们什么了，主要就看师傅师娘表现。不会的，其实送什么无所谓。对，我们其实有时候空手去，他们还能白了我们吗？一般都会给买点什么呀？对，我们都会过年嘛，米面柴油啊，就这些年货吧。对，带年货。对，师傅也很单一，就是红包。哎，栾队去师傅家一般给送什么礼呀？哎呦，我也不瞒您了，我每回都是空手去，因为吧，我这人啊不是那么有仪式感的人，确实是，我也给人买东西吧，我也不知道买什么，但是师傅师娘也确实什么都不缺，所以每回呢我也不给买东西。那师傅平时让你带回去的最多的是什么呀？带回东西就是他们买的那些东西啊。确实不太多了。你们俩人合作多长时间了？我们俩12年了。你俩人也合作了这么些年了，咱们考一下你俩的默契程度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这个你们俩人一块儿给大家拜个年，这个说个吉祥话。比方说那个我给男的拜，你给女的拜，行不行？好。就给男的拜年和给女的拜年方式不一样吗？对，我要有我们东北的方式了。对，祝大哥啊身体健康，硬硬邦邦，风吹雨打是依旧潇洒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裤衩都穿最大的呀。来吧，郎言。祝愿所有的美女们啊，佳丽们
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吉大利，越活越年轻，越活越美丽。哎，我问一下伦队，就是他们2位在德云社应该算是最相爱相杀的组合了，可以这么说吗？我觉得他们俩关系挺好，我没看出他俩有相杀的。对，相杀他们倒。我可能动不动爱跟他开2句玩笑，但是他真就是这个用笑来化解就得了，呵呵，嗨，别闹了，就这种。就他俩我也没看出有多好，但是我也没看出俩人关系有多不好。就我们比较正常，是吧？别人都不正常。他们别人不正常。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对相声演员，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，但我知道他们2个人啊，365天有200多天住在一起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也是听说的呀，刚知道啊。这个我跟高峰老师确实这1年里边得有200天，我们俩人住一个屋。哦，在这儿呢。对喽，他们俩算是相爱相杀了。我们并不相爱，他们主要相杀。对。那你俩算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呢？我们是有时候正常，有时候不正常。好，那接下来咱们把舞台交给有时候正常、有时候不正常的高峰、栾云平，有请2位。心里边太高兴了，我们已经看出来了，又能给家乡父老们说相声了。对，各位朋友，通过我刚才那句话就听出来了。为什么说家乡父老呢？因为我就是咱们天津人。嘿，看到咱们天津的观众啊，打心眼里边高兴。好啊，他呢虽然说不是天津人呢，不是，跟天津关系也非常的密切。他师傅、他师娘。都是天津人，来天津次数最多，也经常的来。对，喜欢不喜欢天津？太喜欢了。对了，他是北京人，北京的。其实天津、北京过年的时候啊，这个风俗啊、习惯呢，我个人认为差不了太多。对，因为也近嘛。离得非常的近。我问你啊，咱聊聊，在这个北京过年到了大年初2，这个有什么说法没有？大年初2啊？对，一般来说都是回娘家。你看看。这一点天津、北京就一样。初2回娘家啊，在天津呢还单独有一个名词，叫什么？管大年初2啊叫姑爷节。姑爷节，那意思各位姑爷们就都过节了。对不对？您也是姑爷呀？我也是姑爷，我也是姑爷，咱们全是姑爷。对。既然说到回娘家了，我给大家聊一聊啊，我回娘家的事儿。您回娘家？对，您还有娘家人？呵，太有了。你不就是我娘家人吗？我是他干妈，这是我大舅子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回娘家呀是每年大年初2的事儿。对，但是我回娘家那回啊，太可乐了。您讲讲。您想啊，那天呐，我是一个中午，那天的一个中午，在哪儿呢？在这个水上公园里头啊，有一个大椅子，我在上头正休息呢。坏了。怎么休息就感觉呀犯迷糊要睡着，困了要睡着没睡着这功夫打我这边啊，不是这边，打这边啊来俩人，2个，小伙子长得很精神，穿着是西湖，他倒没提拉着羊肉啊。您这包饺子来了？这不西湖羊肉吗？穿的那样领子那叫西服，穿的是西服，拿着羊肉，还是包饺子来了。过来到我跟前跟我打招呼，特别热情。就是刚才提到那个，怎么说的？拿着羊肉，姑爷哟，姑老爷，姑老爷，这俩人管我叫姑老爷。我不认识他们。你瞧，甭问，这可能是认错人了。可能我这个面庞长得像他们家姑老爷。您这样的，世界上还有第2个像我这么英俊的人吗？您确实卖了毒份了，是不是啊？是，我得问问。我说，你看我像你们家姑爷吗？怎么不像啊？你这是活脱我们家姑老爷呀！小时候就这模样，现在还这模样啊？没变，一直我就认识你，一直就认识我，认错人了。我得问问他们家里边到底是男人多还是女人多？问这干什么呀？有用啊！我不是他家姑老爷一冒充，到那儿男的多，打上我这顿他轻不了啊。要女的多呢？女同志多没关系，女人心地善良，最多挠我2下。嘿，我说我都混成这样了，有什么颜面去见他们呢？你听这话，哎呀，家里还有谁呀？小姐，那是您的夫人，再有就是老太太，剩下就是我们，谁能说您呢？
哟，我这行，家里没什么人就老太太带一姑娘，嗯，这回行了。好，我当一把姑老爷，咱也过一回姑爷节。行，跟着他们上汽车。开车来的。一会儿的功夫到了，到院门口一看呢，2个保姆搀着老太太在院里正散步呢。我赶紧过去了。我说妈，您先等会儿，姑爷看见来了。您姑爷，哎，您先等会儿。不是这仨人，你怎么知道中间那就是本家老太太呀？你这人不动脑筋，家里有钱雇俩保姆搀着老太太在那儿散步，他再有钱也不能雇俩保姆再搀俩保姆在院里溜达。保姆搀保姆了，对不对呀？我说妈，我看您来了。哎呦，这倒霉孩子，一来就跑了，二来就跑了。你是我们家的姑爷，每年大年初2我还指着你回来看我来了，不就是因为没让你跟小姐完婚吗？和尚还没结呢，这婚这事儿不算什么啊。未来丈母娘先吃饭去，看出你饿了，洗澡去，呵，到这儿洗澡换衣裳，干净干净。我也是个人了，呵，原来还不是人呢。哎，来到洗澡间，把衣服全脱了，找花洒洗澡。找了半天没有，这叫什么？在那脚上啊，砌着一洋灰池子，里边都是那个白汤的那种液体，浴缸、白血修正液。好，全给你改了。这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这里这个牛奶浴，牛奶。对，哎呦，一大池子牛奶。哎呦，我又没吃早点。嘿，我先来这个吧。你要喝这个？这不错，我喝，挺甜的哈。喝了40分钟，40分钟不能再喝了。怎么？奶味有点下降。一会儿喝干了，我没法洗了。可不喝40分钟了，往池子里一跳啊，那奶味噌又上来了。对，哎，这里有科学原理。什么？这叫浮力原理。物体在液体当中所受到的浮力等于物体本身排开液体所受到的重力，阿基米德原理。呵，好，这姑爷还挺有学问。没学问能留分头吗？就这德行，没学问能过姑爷节吗？呵，没学问敢回娘家吗？真是的。池子边上搁着6瓶浴液，6瓶，各种香味都有，还真不少。那选一个吧。洗3瓶，喝3瓶。还有喝浴液的，里外都干净干净。哎呀，喝洗完澡换衣裳。人家里有钱，我逮什么穿什么。都穿什么？背心裤衩，好，秋衣秋裤，毛衣毛裤，绒衣绒裤，皮衣皮裤，西服西裤。皮大衣、皮斗篷、羽绒服、皮猴，你看看，你要穿多少啊？哎，有好处啊！这好处在哪儿？万一让人认出来我不是真姑爷，打在身上就不疼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穿好了之后吃饭去，吃到餐厅，人预备的什么？全羊宴。提了羊肉吗？羊肉串呵，吃啊，涮羊肉，葱爆羊肉，全是羊肉，羊肉。什么叫羊肉？你看吃啊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见老太太，我说妈。吃饱喝足，我瞧您来了，这还算有点人模样。刚才那都什么模样了？赶紧，你吃饭的时候啊，老太太我呀查了黄历了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择日不如撞日好。今天就结婚吧。那查黄历干嘛呀？黄历就这么写的。今天让我跟小姐结婚了，这回行了。我要结婚了，以后踏踏实实就姑爷了。嘿，我要结婚，我变真姑爷了。我结婚，我得看看这小姐长得模样漂亮不漂亮，还挑模样。呵，长得要是漂亮，要漂亮呢，后半辈儿我就在他们家忍了。哎，要长得不好看不漂亮呢？不漂亮，对，长得跟张鹤伦他二姨似的。怎么样？我也在这儿忍了。不漂亮怎么也忍了？对呀，哪找这么有钱的人家去？我就在这儿忍了。一会儿这姑娘从这屋出来，往那屋一走，我一看呐，太漂亮，好看，喜出望外。嚯，长得个模样啊，可以说磨其灯，漂其亮，剪其头，烫其发，长得个模样，说句天津话，真是又狗狗又丢丢。这是天津话吗？反正特别好看。有钱人家准备东西还特别的快，他人多呀。一会儿的功夫准备齐了，新房布置好了。给我穿上那个礼服，新娘穿上那个礼服，全是礼服啊，脑袋上盖着盖头。同到了洞房，洞房里边我一参观呐，软缎的褥子，软缎的被窝，新的。丈母娘没进来啊，丈母娘没进来，丈母娘有进洞房的吗？我是姑爷了。媳妇在这坐着，蜡烛在那点着，拿小棍儿一挑这盖头，我一看这模样，
比刚才还漂亮，还好看，心里高兴。是我过去刚要一拥抱，这行了。坏了，怎么坐那软段子褥子呀，太滑呀？我掉地下了。嗨，这里出溜地下可了不得了，把我脑袋也磕了，把我腰也扭了，脚也崴了，衣裳也撕了，眼睛都对上了。您等会儿，您不是入洞房当姑爷吗？哪儿啊？我水上公园做梦呢，睡着了。谢谢二位，刚才一直提回娘家的事儿。对啊，我真得问问生活当中回娘家的事儿。你们二位还记得你们第一次陪自己妻子回娘家的事儿吗？这个回娘家呀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和大家都是差不太多的，是吧？都回的一个娘家，提了点东西啊，看看老太太呀，问候问候吧，是吧？也就是仅此而已，没有什么太大的举动，我也没给她演节目。那栾队呢？第一次我就记得第一次是给沏了一杯茶，这茶里放了冰糖了，冰糖茶，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然后呢，人解释啊，这是让我以后嘴甜点儿。那说说你俩过年期间，你们这有什么说必须要做的事儿？必须要做的事儿，就有仪式感的那种的。你知道我师娘家就是刚才他们拿那个吊钱儿，我就赶上过大年29，然后扫扫房啊，擦擦窗户啊，跟着我师娘一块儿贴这吊钱儿。对，干净干净嘛。对，过年了，焕然一新，贴吊钱儿，这是从天津带到北京的。北京过去很少有贴吊钱儿的吧？我都没听说过。哎，你看我打小区里啊，一看那谁家窗户贴吊钱儿，可能就是天津人。对，啊，因为小区确实很少有。我们从原来那会儿初3、初4在天津演出，对，你坐着火车往天津来，这一路上，哎，走着走着，因为那车程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，走到1刻钟的时候，就看见所有楼上全贴上吊签了，一看就进天津了。那这个应该算是天津和北京过年比较大的一个区别的地方了。对，北京不贴吊签。对，那过新年了，过大年了，您二位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呀？我这新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演出，多给大家带来好的相声，也是希望德云社我的师弟们进步的越来越好，进步的越来越快。谢谢栾队，高峰老师呢？我的新年愿望呢，就是祝愿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健康平安。谢谢高峰老师，你给大家拜个年吧。给大家拜年呢，这是每年来说呀一个必不可少的事情，应该拜年，也是过年呢最重要的一件事。祝愿各位亲爱的朋友在兔年里头能够新春大吉，兔年快乐。非常感谢高峰和栾云平为我们大家带来精彩的相声啊！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两位呢，就是他们两个可以称作一个是话痨，一个是闷葫芦，然后一黑一白搭档组合。但是他们两位一开始试着这么一搭档，就搭档了将近10年的时间。那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晓婷、张九泰，欢迎。哎，谢谢大伙啊！感谢各位啊！哎，走上舞台呢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哎，都得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啊！我叫刘晓婷，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啊，一个小学生，没有什么知名度，没有什么名气，太谦虚了。你看能感觉出来，你看一点掌声没有。大伙儿多欢迎您啊！谢谢啊！提起我来呢，大伙儿可能不熟悉，但是提起我师傅来，朋友们，大伙儿都认识。哦，您还有师傅啊？你没师傅呀？我有天津，我能没有师傅吗？您师傅是哪位老师啊？我师傅啊，我有点难以启齿。不是，您师傅应该不错，怎么还难以启齿？说出来大伙儿也听听。因为什么？我怕说出来，大伙儿笑话我。不能，谁能笑话您啊？您说出来我们听。那我说了啊，各位不要笑话我啊，我们忍着啊，我不要笑话我啊。您朋友们别笑话我。我是不是哪位呀？岳云鹏，大伙儿多欢迎啊！不知道吗？前几年最火的相声演员。那您提前几年，现在也不错啊，那是优秀的师哥，那是我的老恩师。老恩师。介绍完我呢，介绍一下旁边这位老师。哎，介绍我啊，这是我的搭档。哎，这位老师姓张，叫张九泰，这是我名字。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。啊，能感觉出来啊，张老师应该是在这一边花钱了，哎，因为能感觉出来这一边确实是张老师的粉丝比较多一些，哎，
啊，尤其是那大哥啊，大哥特别喜欢你。哎，还有一大哥呢啊，有一大哥，他看不见哈，他近视眼啊，没想到大哥也近视眼哈。啊，真是近视眼相惜呀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互相就是凭感觉聊啊。其实各位啊，看我们站在舞台上，一般来说有些个区别，这个肤色很明显啊。但是在舞台上不是那么明显了，不是很明显，因为今天他化妆了，化妆了。对啊，我跟化妆老师说，我说一定要超过他的肤色。对，然后他嘱咐我这化妆师给我画的黑了一点。啊，朋友，咱俩说相声呢，是这不说相声，跑这聊天来了？没有，朋友们，一般来说站在桌子外面，这叫什么啊？逗哏。就说话还能起高，这就是天津卫视的舞台上，您又起高了，怎么了？能把起高全留给北京的观众吗？都得沾一沾呀。哦，正常。一般来说，桌子外边叫逗哏，太好了。一般来说，朋友们，长得比较帅一些啊，比较聪明一些。这玩意儿还是长得聪明的呀！啊，人不都脑子聪明，您怎么长得聪明呢？看着就聪明，精神小伙子。哎，精神。桌子里边哎，叫捧哏，我们他长得难看一些啊，稍微的傻一些。不是，这跟长相没关系啊。我们捧哏的，我们也机灵着呢。傻，脑子可快了。你傻？我不傻。不傻吗？不傻，真不傻，真不傻。这么得了啊！当着各位考一考你可以吗？怎么考？您说说。考一考你啊，考你一个小问题啊，一个问题，回答上来证明你不傻。或一个问题就能证明出我不傻啊？哎呀，来，您说我听听，什么问题？来，这问题啊，来，注意听，说，傻子都说自己不傻，你傻不傻？我这玩意儿没法回答呀，这个怎么没法回答呀？这玩意儿怎么回答都傻，我就能回答。这问题没人能回答，我能回答呢，听不见呀。我问你啊，傻子都说自己不傻，你傻吗？我还行。随便说呀。你有点讨厌了，什么叫还行？我还行啊。您是脑子不行，我脑子聪明。聪明吗？特别聪明，特别聪明。从小家里就夸我机灵啊，长得就是。你没有感觉你爸妈骗你吗？不能，你不承认自己傻啊？没关系，我凭什么承认我不傻？这么得了啊，咱们正好是过年，证明一下咱俩到底谁聪明。大过年的怎么证明？咱们来一回灯谜好不好？猜一回灯谜，猜一回谜语。啊，灯谜啊，谜语、脑筋急转弯类似的这些，可以吗？测试智力，行吗？没问题。你说的啊？我说没问题，我特别聪明。当着各位考一考你啊，来出几个脑筋急转弯。还脑筋急转弯？来，听题，就好猜这个。头一题，说，猜吧。对吗？对。朋友们不用这么捧，说实话，我有点尴尬啊。这不才是您吗？正式考一考您。好呀，听题啊。头一个问题啊，第一个问题说中了500万啊，打一个歌曲的名字。这太简单了，猜吧。哎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中500万高兴啊，好日子。不对，不对，那就恭喜发财。恭喜你发财。不对啊，不对。就这2首歌是表达这种高兴的，那还不对，那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告诉你，您告诉我谜底，说中了500万，打一个歌曲的名字。什么歌啊？可惜不是你。这玩意儿谁猜得着啊？你有那好点的没有啊？好点的啊，好点的，我怕观众朋友们不乐，都是我自己创作的。哎呦，您那经典的小包袱，没有关系啊。来，这个如果说后边观众朋友们不乐，老师就给我剪掉啊。哎，我要说一些个破包袱。好，听题啊，听听您这破包袱。如果说啊，咱们2个人在一个楼里边碰见了，我可以选择不吗？那姑娘乐不出来，别乐好吗？干什么在那？你别学人家，大过年人高兴。如果说啊，咱俩在一个楼里碰见了，咱俩碰见了，咱俩会在几层认识？
这玩意儿还分几？那在哪儿碰见就在哪儿呗，这玩意儿还分层啊？对，必须得挑一层，必须得挑一个。那就大门口呗。不对，因为外边亮堂，我好认你。不对，那不对，那楼里头这不好找啊。那我您说几层？你快点行不行？那几层？你快，因为下边的朋友都猜出来了。啊，你说，行不行？而且几层？会在4层。为什么呀？因为4层相符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有吗？有，来，展示自己的机会到了。说来，东南西北东南西北4个方向啊，哪个方向永远不会输？哪个方向啊？猜猜呀！对，我这来，朋友们，电视机前，我来猜一猜。哎，拿出你们的智慧，对不对？来，拿出你们的智商。弹幕。为什么？我不录了，朋友们。哎，我不录，容易吗？朋友们，创作几个包袱，我毁了多少脑细胞啊！哎呀，这可惜了了。但是刘晓婷朋友们越战越勇。好，听这个，他要挑战自己。说啊，阿拉伯数字，哪个数字永远不会沉下去？我猜还是他们猜？无所谓，谁猜都行。阿拉伯数那不会猜，不好猜呀，这猜呀。您那个脑回路，这谁知道啊？知不知道？你就说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知道吗？不知道，猜呀！你在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吓着，猜着吗？回头给您都剪没了。猜不着啊？您说说。告诉你们啊，说阿拉伯数字，哪个数字永远不会沉下去？哪个呀0。为什么呀？那飘零。商量商量呗。对不起啊，大爷再尴尬一会儿啊。别着急，大爷，这个是一个挺好的包袱啊，这不错的。听这个啊，我听听。说有一只鹿，有一只家养的鹿，还得家养的。有一只家养的鹿啊，走啊走啊走啊，走到了山里边啊，值多少钱？值多少钱？我以为这路一直走变成了高速公路呢。值多少钱？这玩意儿不知道啊，那挺贵的应该。告诉你啊，18万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里的山路18万。两个事儿啊，一个是现在是过年啊，二一个呢，过年我也不想说脏话啊。你有没有好一点咱能测智力的？您这半天这能测出智力的吗？我已经没有什么存货了。不是，您要这样的话，我给您出一个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给你出一个。你给我出一个，我给你出一个。给我出一个。听着啊，说飞机知道吗？飞机，我仿佛是知道啊，这飞机啊，飞机在天上飞，飞着飞着特别突然，扔下一尿盆下来，问你啊，为什么？飞着飞着突然扔下一尿盆下来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超重了。飞那么大飞机超重，就差一个尿盆的重量，里边装满了尿。哎呀，行，咱大过年的不提这个，跟这没关系。没关系吗？不是这个。那你说。不知道了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告诉您谜底啊。啊，没有原因，想扔就扔，就多简单的呀。还有吗？这种？当然有了。你再来一个。哎，有一个青年男女在公园里搞对象，突然这女的晕倒了，问你为什么？没有原因，想晕就晕。不对，尿盆咋打？哦，你这是连一块的呀？连环题。哦，你这真有意思啊。对不对？你看这多好啊！您猜得着吗？那我还说你们逗哏的脑子也不行呢，对吧？你长得就缺心眼儿，你这就是，你嗓门还不好，你。咱真得了，这么得了，咱这个大过年的，咱玩点这个。您说这个灯谜，这过年的民俗活动啊，这个咱来一回。打灯谜你行吗？还我行吗？打那一外号，您是灯谜姥姥啊。常人说灯谜姥姥，灯谜姥姥的感情就是您呢。北京老话，姥姥谁都不服，就是我。那咱得拉手了。怎么呢？我有外号，您是灯谜老爷。去，咱甭来这套啊，咱来回试，来回试试。对，这么得了，谁说一个谁来猜？那您说一我猜，我说一个您猜。对，但咱不能白猜。那怎么涂黑了猜？
那咱得赌点什么？挂一点小赌注，挂点小赌注，可以啊，来点小刺激。行，这么得了，大过年挺开心的。对，咱们赌10万块钱。大过年的赌10万块钱，你穷疯了是怎么着？你不得把这些年的红包给我补一补吗？那也补不了这么些呀，咱太多了，少点，少一点，少点。赌多少钱？您往下降降就行。10块钱。10块钱，谁都掏得起。10块钱行，可以吗？10块钱我给您发一红包，这我掏得起啊。赌10块钱，我今年给您发俩。说一个扣字拢印的。哎，对你这正经是好的呀。7个字，猜1个字。7个字里边猜1个字，行吗？没问题，您说。听您这题目。半夜叫门，问声谁？7个字，猜1个字。哎，这有点意思，您等我琢磨琢磨啊。半夜叫门问声谁？半夜呢在家待着。上家找我来叫门，一叫门，谁呀？我，谁？我，这字念我。说别的不好听，一叫门，你谁呀？他，你这不是人话呀？猜着了。哎，刘先生，怎么了？跟您说啊，我猜着了。你猜着了？猜着了，真猜着了？真猜着了。啊，我给你换一个。好，你等会儿。说远看是条狗，近看是条狗，打着不走，骂着不走。你刘晓婷这是，你甭来这个。我猜着，你不可能猜着，真猜着了。谜底我知道了，什么呀？念我，不念我，念我，不念我呢？那你说念我，我说不念我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这好办啊，好办啊！咱可以表演表演。怎么表演呢？这个好比方说，这现在就不是这个舞台上了啊，这好比就是我们家，这你们家。半夜呢，你上家找我来，你到我们家门口，你这么一叫门，我一问谁呀？你说我，你就输了。说我就输了。对，那要不说我呢？赢了，保证说不了我。准得说。咱们来一回，来一回啊！我在家等着你啊。说半夜没事啊，上张九太他们家去一趟。哎，您瞧，说着说着还到了，哟，门口站着呢。哎，对，出去，像话吗？怎么了？大过年大冬天，我站门口，我有病啊！我看见你了。你看见我病？有门？哪有门啊？这有门？哪有门？哪有门？哪有门啊？你像个你像个人一样，哪有门啊？这比方着有个门呀？没有门啊。不死心眼的，这是门，这是门，这是门。敲门呢？敲门看这个了吗？这就敲门了，这就敲门了。对，哎呀，神奇啊！这神奇什么？你们家门啊，都往下敲啊？你们家住地沟里啊？您呀，你们家忍者神龟呀？去，你们家住下水道，这作比成样。哦，作比成样，比方是门啊，对。好，再来。哎，为赢点钱容易吧？说半夜没事啊，上张九太他们家去一趟。嘿，您瞧，说着说着还到了。有声。亲亲我的宝贝。没在家。哎，在家呢。什么叫没在家呀？在家你不出来？废话，半夜叫门问声谁？你得叫我呀！你说叫你不完了吗？光敲门谁知道啊？叫你不完了吗？叫我呀！孙子！哎，咱这没有啊？怎么了？有喊孙子的吗？怎么了？这不骂街吗？骂街，你也知道骂街呀？你天天喊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骂街呢？我不喊你侄子吗？没喊孙子呀。对，你小名不叫分子吗？分子，谁有这小名？没有这，叫我张九太。张九太，张九太，再来。张九太，谁呀？出来瞧！哎，这出来瞧像话吗？哎，你看出来了。我没出来，您这诓出来的。那怎么办呀？你得说我，说我输了。说别来呀，矫情，抬杠。再来，来呀。张九太，谁呀？几点了？几点了？有大半夜敲门问几点了的吗？都说你们家表准，你们家没表，一表都砸了他。你说我，说我输了，说别来呀，矫情，抬杠。再来，来呀。张九太，谁呀？快递，快递。
咱没听说快递半夜敲门叫门，对啊没听说过，就是说我，你说你这人为10块钱治愈的吗？我眼睁说你就不说呀？说我怎么着？说我就输了，说我他就输了。对了，他要不认输呢？不是东西，这你说的，负这责任。再来，来呀！谁呀？我，你输了。哎，这。我刚才在下面听说你们2个人这是第一次来天津卫视是吧？对，之前没来过是吧？第一次一块儿来。哦，第一次一块儿来。对，一块儿来。那这一块儿来感觉怎么样啊？一块儿来感觉天津的早点很好吃。一个人来的时候不觉得好吃是吗？2人来的时候觉得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过大年你们2个人最激动的是什么事儿？最激动的又老了1岁。我最激动的是因为又有红包收了。又有红包收了。又有红包收了。就每年会要压岁钱是吧？都会要压岁钱。你跟谁要压岁钱呢？都。大爷，新年快乐！来，新年快乐是师哥，大爷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大爷。愣头可脑，吓我一跳。大爷，新年快乐！不，你刚才吓着我了，你得给我来点精神损失费了。这反应太快了。吓着您了啊！吓着我了。大爷，新年快乐！不，先说刚才那吓着得赔点了。大爷，您先说，您红包给我多少？哎，我问问你，每年的时候都谁给你红包啊？每年的时候，就我。你甭看那个还没关系啊！来，每年时候其实就我师傅给我红包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师傅家还让我去。